良屋电台，良屋电台，这里是三。大家好，这里是良屋游戏。年近岁末，在此衷心祝愿各位虎年大吉，事遂人愿。冬去春来，元气骑士和大家共同迎来新的一年，进入新的篇章。从2017年初正式发布，不知不觉间，元气骑士已经来到了第5个年头。这期间经历了3任制作人的轮替，从最初的制作人龙叔到闪电侠客阿波，再到豌豆。元气骑士在3位制作人的手中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添加了许多新功能和新玩法，还有新 bug。在5周年之际，让我们跟元气骑士的成员们聊聊天，一起回忆下那些年玩过的元气骑士吧。大家好，我是元气骑士的1代目制作人哲荣，我现在是元气骑士新作的制作人。关于手刀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游戏里很多武器都需要消耗那个能量值，那么当能量值消耗完之后，玩家就需要一个手段来进行那个最后一搏。那么原先的那个设计呢，就是玩家会随身携带一个小匕首，但是由于制作比较粗糙嘛，所以就没有把这个小匕首的美术资源给做进去，就只做了一个特效。然后最后结果就是玩家所说的手刀，因为看不到匕首。然后也因为那个手刀它没有那个间隔，其实上也就是写的比较粗糙，没有间隔，就反而变成一个非常强力的手段。大家好，我是阿波，是元气骑士的2代目制作人。然后最开始来良屋是接元气的 SDK，就有一个挑战因子。挑战因子的话是增加游戏丰富度比较多的一个系统。当时是在玩星际争霸，对，我是星际2的一个玩家了，然后当时玩合作模式玩的比较多，合作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挑战因子。但是星际里边的挑战因子呢，它基本上是一些增加难度的，对。但是我想就单纯的增加难度，好像只会迎合一些硬核玩家，还有一些比较抖 M 的玩家。所以我在想，在增加游戏难度的同时，也可以说让玩家玩得更爽一点。对，所以就加了一些增益的因子。但是想增益因子的时候呢，当时在逛网页，然后看到有一个元气外挂，然后就点进去了解了一下，然后里边功能很多啊，像那个无限蓝、攻击加速，还有各种吊装这种。那我想，要不把这些外挂化为游戏的力量？对，既然玩家他可能就是有些玩家开外挂，他可能就确实是喜欢这些内容吧，就想要玩起来更爽一点。那我在想，这个开外挂你还得那个占用手机内存，对吧？那要不我就内置了以后，玩的时候也不用开了，然后就加了这样的一个增益因子到里边。其实效果还不错，就是尤其是像无限蓝这些玩家好像都特别喜欢。Hello， 大家好，我是元气骑士的制作人兼美术王豌豆，很高兴与大家见面。我来谈谈隐藏关吧。我小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找一些彩蛋或者是隐藏的要素。找到之后呢，我会觉得心里特别的开心。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我接手了元气骑士。在首次的更新中，我拓展了第2大关的隐藏关，然后并且在2021年把它补齐。想的就是让大家在战斗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到一些线索，然后进而探索出一条新的路线。虽然现在社区和视频比较丰富了嘛，所以说是新的朋友打开元气骑士的时候或多或少已经会被剧透掉了。不过在未来的版本里面，我们还是会继续探索这样的变数，让大家来寻找到更多有意思的东西。说不定哪次在某一次之后的更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4关的隐藏关，也说不定。大家好，我是元气骑士的主程序于气兵。4连之地的话是我们19年暑假的一个版本，
当时我刚加入良屋不久，那个时候有玩很多带 BOSS rush 相关的玩法的游戏，比如说有恶魔城、小月，然后当时就觉得元气骑士里面有很多有特色的 BOSS，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类似的玩法，这样可以体验到更多的 BOSS， 还有更多的一些挑战，然后就有了失联之地玩法。然后有一个设计比较讨巧的一个系统，就是金框银框。这个其实当时做的时候真没想那么多，就很多游戏在通关以后会帮你把那个你通关的物品啊、角色啊加个标记，对。然后我想，就顺手这么一做吧，对吧？但做出来以后发现，好像玩家特别喜欢，就特别热衷于去追求这个东西，然后会不断的去刷这个武器的金框，然后就这个东西其实当时做的时候好像就用了1天多一点，然后我感觉这个干量好像就能达到1年吧。关于那个自瞄，就是自动瞄准，其实是当时是比较多的手机游戏都是采用的双摇杆，就是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那个射击的角度。不过我们当时是为了简化这个游戏上面的操作，在手机平台，然后我们就采用了这个自动瞄准的这个功能。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挺多人不太习惯，就说为什么不能自己控制那个方向？然后慢慢习惯了之后，就会说，自瞄还是挺好的。再说一下关于赛季吧。我个人对于 roguelike 游戏是特别喜欢的，不单单是出于我自己是一个 roguelike 玩家，然后也同时想在开发者的角度去探索 roguelike 的更多可能性。在接手元气骑士之后，我立马开始尝试了更多的扩展和探索，就有了赛季。对于赛季本身呢，它是一个玩法上面的探索。虽然说这对于元气骑士这么一个5年的游戏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但是怎么说，一定要走出舒适区才能让元气骑士变得更有活力。所以说期待下一个元气骑士的5年。其实有一些东西它也不是设计出来的，就是像狂战士的2技能散打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最开始是一个 bug， 当时是在做一把新的一个近战武器，然后子弹用的是刀光，当时武器的脚本呢就配错了，它配成了一个散弹枪的，然后结果打出来以后是很多个刀光同时出现，然后我当时也惊了。后面想想其实效果还是挺帅的，因为当时也在做技能，干脆做成狂战士的2技能好了。这个是算是我从 bug 中获取力量。就还有一些设计其实是在生活上，比如说我有一次在刷视频的时候就刷到了那个 Apple Pen 的视频。Apple Pen 的视频就是那个 I have an apple, I have a pen， 然后合在一起 Apple Pen。然后我当时在想，就是 I have a 光剑蓝 I have a 光剑绿，然后放在一起它会变成什么？还有一些就是之前游戏里面其实有很多武器它都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就比如说像次时代冲锋枪，然后还有一个次时代冲锋枪，次时代几个次时代进行不断的合成，然后还有各种那个外星之鹰啊、冰霜之鹰，对这些他们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然后就做了一批这个合成武器出来。2020年的时候之初，因为疫情来了，然后导致大家都居家隔离，然后这个时候网络就成了大家唯一的沟通的桥梁。然后这个时候看到很多论坛里面就有元气骑士的玩家在说我们想要远程联机，很多同事也是一样，就想要说通过网络联机把大家维系在一起。然后我们下定决心做了一些重构代码相关的工作，然后最后在2021年的春节，在和后端老哥吴老师的紧密合作下把这些功能做完了，然后给大家带来了远程联机。关于那个精灵的1技能，其实也就是刚刚上面所说的自瞄的问题，就是有挺
挺大的玩家的呼声，希望自己是个秒论。为此，我们就设计了精灵这个角色，就是他开了技能之后，技能就不帮你自秒，你要自己控制那个角色，这样就是你能更精准的控制你打击的方向。做出来之后，就会发现它的由于没有自秒，你的角色就变得强度或者说难度门槛有点高，就导致别人就不太喜欢这个角色。所以最后还是就默认加上自瞄，但是你也可以手动。就很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快递小哥神秘失踪的事件。这个就是说我们最开始的版本，元气它其实是一个存单机，然后时间校验用的就是手机上本地时间。这样有个坏处就是说玩家他可以不断的改自己手机时间，然后去刷天数，刷这天数，因为快递小哥他会重新出来，对，他就可以让快递小哥一直加班送宝石，然后手速快，如果有耐心的话，可能一天能刷几千几万的。然后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就把那个时间校验它改成了网络校验，对，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更正常一点，对。然后改完以后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客服那边一直在反映说，这个快递小哥他不刷新了，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后面查发现说，这些玩家很多都用了那种时间魔法，就他就是之前有改过这个本地时间。后面我们想一下，这个也不是个事儿，要不就下个版本大赦天下一次，就把那些之前用过时间魔法的那个日期恢复一下。对，虽然他之前让那个小哥加班了很多次，对，因为还是得让游戏进度恢复正常吧。其实这个事情干了好多次了，因为后边的那个花园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机制，就大赦天下大概2、3次吧，然后后边就没有再做这个事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校验改成网络了。说到圣骑士这个盾牌，它最开始就是一个圆形弹幕的散弹枪，可以说是这个跟它的那个形象确实不太一致，这是那个也收到很多吐槽说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就花了心思把它做得更像一面盾牌，后面它就可以格挡那个子弹。还是赛季吧，因为一开始更新的时候，我们也自知道，就是拿掉无尽模式是一个，其实对于玩家来讲是一个很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怎么说呢？那段时间也不太敢看社区，所以说是，不过能向大家保证的是，无尽模式是没有消失的，只不过它现在还是在我们的制作过程当中，肯定会以一个更好的状态，还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也最痛苦的一个就是锤子激光。就锤子激光是怎么回事？就是当时在重构武器，然后我在想，这个锤子跟激光其实没什么关系的。就是如果你按正常的我们生活中的逻辑来说，对吧？就一个锤子怎么会跟激光扯上联系？但是因为之前的版本呢，那个杀虫它是受激光天赋影响，然后后面做锤子的时候用的也是杀虫的子弹，然后当时也沿用了这个特性，就是说锤子的刀光也会受到激光那个天赋的影响。然后后面重构武器的时候，我说没有关系，然后我就把这个影响给去掉了，就锤子不再受激光天赋的影响，好像是当时加了那个近战范围的天赋嘛，归他管，就不归激光管了。然后这个东西我当时真的觉得没什么事儿，然后一上哇被冲烂了，你知道吗？然后被冲烂了，当时玩家一直说就锤子激光怎么没了？对，然后后面又改回去了。我其实还是想说，激光和锤子好像真的就在物理世界中是没什么关系的，挺无奈的。对，不过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就是它存在了太久了，玩家已经习惯它了。最开始我们
是打算给每个角色就都加一个闪避按钮，也就是每个角色都有一个闪避和技能键。但是后面我是希望那个操作还是尽量的精简一点，于是就砍掉了大部分角色的闪避，就只留下游侠他的翻格技能。就很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武器永久升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收集的材料可以给所有的武器进行一次永久的升级，然后提升一点点就特别小的一个属性吧。后边是因为那个考虑到平衡性可能不是太好做，对，然后可能有一些武器它升级完以后会变得特别强，然后就没有去做了。然后这个做了应该干量也是巨大，因为它会有巨多的那个材料消耗啊，这个宝石消耗这些，应该也是一个巨干的。我其实现在想想的话，好像也是可以做的。有一个曾经想到过的是一个8人的联机玩法，4人为一组，然后两边同时进行，然后去尽快的去推进关卡，然后达到一个节点，然后达到节点之后呢，就能给另一组人释放负面的因子，还有增加额外的小怪之类的。但是由于我们一系列更新的安排，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掣肘，就没能实现。不过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子，希望还能制作给大家出来玩。我们新加了一个叫做转转乐的抓抓乐的房间，之前是原本的计划是叫做转转乐，其实更倾向于说像是老虎机的一个效果，然后花了很大力气模拟这种老虎机的效果，然后最终没有上。我们担心说教坏小朋友玩赌博游戏，所以就最终改成了更偏向于说抓娃娃机的抓抓乐房间。然后这个房间非常有意思，可以给玩家带来一个大宝贝，坑朋友的头奖。最开始我们是打算做5个大关的，然后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做了3大关，在最开始的时候。但是后面会发现，其实3大关的游戏时长是比较适中的，所以在后面我们更新新的关卡的时候，也没有改动这个关卡的长度，而是把这些新的关卡穿插在这些3个大关里面去。之前有想过一个 bug 因子，就是把一些元气之前出现过的一个实用 bug， 然后在这个因子里边复现出来。就比如那个骑士的一个多重影分身，就拿个幻影法杖可以无限分身那个。然后还有刺客无限大宝贝儿，但是这个 bug 因子的话就太 bug 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些 bug 用出来就是毁天灭地啊，所以后面考虑这个平衡性，然后就不做了。然后其实另一个方面就 bug 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虽然说有一些实用 bug 确实比较好玩，但是终归来说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在这里我也希望说这元气骑士未来能够摆脱 bug 骑士这个称号。就其实刺客他的那个2技能可以触发无限大宝贝儿，就是一直放核弹那个 bug 其实我们是测出来，对，测出来过了。但是当时想，就这个 bug 实在是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就是毁天灭地。然后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就我们开发组这边在爽，对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不是？就玩家也应该爽一爽。然后当时就把这个 bug，还是放出去了，因为这个算是实用 bug 嘛，也是就比较有乐趣。关于那个一拳，就是那个手套非常厉害的，那个的武器的那个美术资源是由我们战魂鸣人的美术大圣老哥画的。他画得非常给力，当时我就非常喜欢。bug 或者说是特性，关于狼人3技能可以吃掉花园里面的木桩这件事情，最初其实是一个 bug 来着，然后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教官又在花园里面，然后当时的版本又加了一个表情系统，所以当时就给教官加上了一个表情，
当狼人3技能吃掉木桩的时候，这个时候给出一个特殊的表情，并打出一串问号。游戏里应该是会发现很多房间是有一些特定的形状，其中有一个就是太空侵略者的形状，就是把那个箱子摆成了那个太空侵略者的角色的形状。这个是因为我把我那个微信的头像的形状做进去了，我微信的头像就是那个太空侵略者。我们从上个春节开始之后，就决定仔细打磨我们的音乐。当时和做音乐的哥们儿研究了特别久，然后想要尝试在游戏当中加一些更多、更丰富的就是配乐类型，不只是摇滚。然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去做了春节的京剧皮肤，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为这个隐藏关来做了更多的一些就是音乐上面的探索。例如像我们从呼麦用到了 Psytrance， 然后这一次又做了更多的风格。就这一次春节当中，例如像 Chiptune、New Retro Wave 还有 Space House， 像这种音乐风格都是我们本身非常喜欢的，然后也希望能在游戏当中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关于小骑士们到底有没有手这件事情，其实在游戏里面并没有特别多的违和的地方，因为像素毕竟实在是够小。然后到画海报的时候就发现出现了大事，然后又临近上线，第一张时间也很赶，就直接给角色配上了那个武器，然后当手用，然后发现还挺合适的，就直接就这样做了。然后后面呢，做其他海报的时候想改，但是也为时已晚，就只能继续都没有手了。然后为了风格统一，所以狂战士的手在很多时候也被迫没了，说对不起你。所有的小鱼干系列的皮肤都始于机器人的警备队，因为一开始在脑海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和形象，然后我就把它画了下来。关于这个皮肤，我有了更多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点子，然后也有相关的一些剧情开始在脑子里产生了。然后就有了后面的更多的警备队的皮肤，再之后随着颅内剧情的进展，然后就有了以太教廷。然后不过故事具体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还在用一些方式让它能承载这一部分剧情。它的这关于警备队和以太教廷的故事，现在都还只在我的脑子里。游侠头上到底是帽子还是头发？其实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太仔细啊，我其实也不特别清楚。就是后来没想到很多小伙伴都在纠结这个问题，然后运营小姐姐那边过来问我的时候，我也比较懵。后来经过跟大家讨论，然后觉得还是更倾向于是头发，然后之后的海报和游戏里会都比较明确的做成了头发的样子。关于游戏的 icon， 其实初始来看我们还是特别用心的做了各种测试，然后才确定下来的。然后结果没想到后面的更换就发现这么随意。只是第一次 icon 更改，印象中是当时的复活节的主题，然后我也不记得是谁先提的想换 icon， 然后反正就换了。之后遇到比较重大节日更新，然后都会更新 icon， 也算是元气的一个特色。Hello， 大家好，我是元骑士的美术，主要负责皮肤制作这一块。其实童话系列皮肤是第一批以这种小系列呈现的皮肤。当时制作这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觉得19年的《山海经》系列玩家的反馈很好，那既然反馈好的话，那为何不平时的日常的小更新里也尝试着用这些给这些英雄们编一个小系列？一来是英雄间他们可以有一些互相的关联性，二来是成套的皮肤，玩家在组队联机的时候代入感会更强一些。就好比你用一个狼人的狼外婆，你不给你的小对象来一个小红帽吗？你买了皇帝的新装，你不给你的好兄弟来一个小王子皮肤吗？这样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吗？而之所以选择童话的主题，其实是因为当时有次看到童话镇的鬼畜视频，隐隐约约就听到狼人在我耳边低给俺也整一个，给俺也整一个。那行，整，再给你配个小红帽。接下来就什么胡桃夹子、爱丽丝也就都出来了。
跟其他游戏流程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元气骑士最开始是先做了角色的设计，然后才按照各自的形象，然后给他们分配了职业。最开始只是做了一些风格的试验，没想到后来全都用上了。但是由于第一次做像素和动画，然后也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包括那个角色黑边，然后人物和场景的透视问题，然后还有怎么都做不好的动画还有特效。有些是个人的习惯，有些确实是能力的问题。然后感谢大家的包容和喜欢，谢谢。大家好，我是良物游戏的运营雨夜。对，我其实录过很早的一些电台节目，后来运营这边呢陆陆续续有新的小姐姐入职，所以后来录制的每一期其实都不是同一个人。之后呢，我们也有了每一次电台节目末尾的花絮笑场专场。简单来说就是写推送、做活动、发礼包码、催更新、收反馈，还有什么录良物游戏电台。比较具体的可能会有新版本内容相关的活动，比如说话题活动或者是征集活动。社区里新版本内容的活动包括一些话题的活动，然后现在正在举办的5周年视频征集活动以及绘画活动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除此之外，线下的活动比如说 WePlay、Bilibili World、China Joy 也是我们参与筹备的。所以其实如果你们去线下的活动，除了能看到制作人之外，还能看到运营小姐姐。元气骑士除了像阿波讲的是一款意外性 No.1 的游戏之外，其实也是一款运气非常好的游戏。刚上线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说会有这么多玩家的喜欢，所以当时我们的小团队配置只有1个程序、1个美术和1个运营。所以最早的时候，除了制作组自己会去做测试之外呢，其实我也是要做测试的。后来制作组团队扩大，运营团队也扩大，我们就开始加入了专职的测试。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新内容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些老的一些问题和隐藏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暴露了出来，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我们的特性其实是有点多。那稳定版本其实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变的一个目标，我们也会希望说以后能够不断的提供更好的内容和更稳定的版本给到我们的玩家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比如说像底层逻辑的一些变动或者是代码的重构，所以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还希望大家能够海涵。大家好，我是这个良物游戏的这个 CEO 李泽阳。元气骑士到目前为止已经是5周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一直以来的支持。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个在预约中的其他新游戏，包括异形指令、元气前传，以及后面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新作品带给大家。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元气能够稳中有进，继续陪伴大家共同成长。祝元气骑士越办越好，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另外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元气骑士新作。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我们也会在新的一年里面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好玩的内容，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游戏。谢谢。疫情也持续了2年多了，就我也希望说在未来的时间里面，疫情能早点过去，大家早日回上正轨。希望元气骑士越来越好。谢谢大家5年来的支持和喜欢，然后我们确实一起走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也很开心让大家让元气骑士成为了你们童年和青春回忆里面的一部分。希望下一个5年也能够有你们相伴。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彩蛋，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啦。Greetings to players of Soul Knight, Happy Spring Festival and Happy 5th Anniversary.
Feliz quinto aniversario y muchas gracias a todos los jugadores. Feliz año nuevo. Gracias por preferir Soul Knight. Espero que sigan apoyándonos. 皆さん、春節おめでとう。ソウルナイトも5周年を迎えました。いつも応援してくれ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Bonjour tout le monde. Joyeux 5e anniversaire pour Soul Knight et bonne fête du printemps. Merci. 5주년 축하해요. 여러분에게 생신으로 감사해요.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Уважаемые игроки,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2021 год. Совсем скоро время перенесет нас из прошлого в будущее.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С Беленей годовщиной! 到这里，视频就接近尾声啦。感谢正在看视频的你，支持着元气骑士一路走到今天。下一个5年，希望元气骑士仍然是你们的快乐源泉。再见，再见。